各位街坊好朋友，咱今天坐下来好好唠唠困扰大半中老年朋友、上班族多年的体内湿气问题。这也是临床坐诊数十年以来我碰见最多、最难彻底调养的亚健康困扰。不少叔叔阿姨年过50以后，晨起睁开双眼，整个头脑闷胀沉滞，旁佛头顶裹住厚重湿毛巾，连抬眼皮都费力。洗漱时对住镜子伸出舌头观察，舌面厚厚覆盖一层白腻舌苔，舌体两侧布满大大小小齿痕。熬到每日午后，双下肢酸沉发胀，像小腿绑满沉重铅块，浑身皮肤时常黏腻发涩，坐也不舒，躺也不安，整日懒懒散散，提不起精神。很多人定期前往西医院所抽血检查，各项化验数据全都处在正常区间，找不出任何实质性病变，可身体各样难受的感觉真真切切存在。从中医养生逻辑来看，这就是湿邪慢慢侵扰脏腑的典型表现。湿气长时间滞留体内，无法顺利代谢排出，会一点点阻碍气血运行，日积月累，诱发各式各样的亚健康毛病，也难怪行内前辈常说湿为百病之始。不少人察觉自身带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调养食材就是薏米。坊间长期流传薏米全能祛湿的说法，不少长辈索性天天抓薏米加水熬煮当茶饮，把薏米当成调湿专用灵药。在此，我凭藉40余年社区看诊经验跟大家说实话，薏米确实具备辅助渗湿的食疗属性，但食材药性偏拽寒凉。现代人的饮食与生活习惯早已把脾胃元气耗损大半，常年待在冷气房办公，3餐离不开冰品冷饮，宵夜常吃生冷凉拌的族群，脾胃阳气本就偏弱。若是坚持日日饮用薏米水，短期或许小便次数变多，看似体内水湿在往外排，实则只是强行透支脾胃气力。连续饮用半个月到1个月之后，不止残留的湿气难以清除，原本虚弱的脾胃还会再度受凉受损，身体浮肿反复加重，越调养体质越虚弱。这样本末倒置的调理方式，在门诊每天都能遇见3-5位受害病患，也是我一直极力劝阻街坊盲目单用薏米的原因。正确的中医食疗调湿讲究顺应天地万物生长规律，依照食材本质属性搭配运用。在琳琅满目的家常药食同源食材里，有一味平行食材常年被大众忽视，综合调湿补脾的作用远远胜过单纯薏米。药性平和，不寒不热，不管是体质偏寒或是内存湿热的朋友，大多数人都能安心食用。它就是民间俗称鸡头米的芡实。芡实常年生长在浅水湖泽、淤泥塘涝之中，中医自古讲究取类比象的变药思维，常年扎根阴湿淤泥，泡在积水环境还能茁壮生长的植物，先天就具备对抗水湿的天然属性。我们试着换个角度思索，淤泥潮湿阴寒，周遭全是滞老积水，普通草木埋入淤泥很快就会腐烂烂根，芡实却能扎根泥土，茎干破土向上伸展，茎条上下畅通无阻的生长特质。映射到人体养生层面，便是疏通体内瘀滞水湿，调理水液代谢的本领。讲到这边，正在被身体困重，整日疲累困扰，怀疑自身囤积湿气的老朋友，不妨帮这支影片点个爱心按赞，您的每一次点赞都能让扎实不靠夸大的传统养生知识传递给更多被湿气折磨的亲友。真心想要循序渐进调理体内滞留湿邪的朋友，也能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调湿2字，心念专注，注重养生。后续搭配食疗调养时，身体的改善进度也会更平稳顺利。中医临床会把体内湿气系分为湿热、寒湿、脾虚加湿3种类型。薏米寒凉之性仅适合舌苔黄腻、小便颜色深浓的湿热体质族群。现代人冷饮、冷气、重油重咸，3餐成常态，10个带湿的人当中，约莫7个属微寒湿或是脾胃虚而生湿的状况。
此时继续选用寒凉薏米强行泄水，等同假在虚弱的身体上泼冰水，只会持续损耗先天元气，芡实难能可贵的优势在非药性平和居中。调理过程一边疏导多余滞留水湿，一边滋补耗损的脏腑元气。市面上很多单纯利尿的养生食材，只晓得透过排汗排尿往外泄水，倘若使用者脾胃元气不足，过度泄水会耗伤体内津液，陆续出现口乾舌燥、心跳慌乱等不适症状。芡实却不一样，既能导出体内多余废水浊气，又可补益脏腑真阴精气。历代本草典籍也记载芡实可补中祛湿，药性润而不燥。想要吃透芡实的养生价值，就要弄懂它对脾胃与肾脏两大水液代谢核心脏腑的调养机理。中医基础理论提到，脾胃是痰湿生成的源头，也是人体水湿运化的关键枢纽。脾胃就好比家中磨水的旧式抽水帮浦，帮浦动力不足时，囤积的积水无法顺利往外输送，体内多余水湿滞留日，久转变成痰浊，堆积腰腹变成难消赘肉，滞塞经络血管则生成痰瘀。芡实的健脾作用，如同替老化的帮浦补充润滑油料，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动能。肾脏掌管全身水液总开关，牵扯整体水分循环代谢。芡实还有一项独特优势，生用偏重温补肾气，煮熟食用重点健脾养胃。食材本身自带收涩属性，这个涩性是芡实区别多数祛湿食材的关键。现代人生活压力繁重，作息紊乱，很多人处在脏腑固摄无力的精气滑脱状态，体内珍贵营养精华无端流失，年轻人常有精气失固的困扰，中年女性容易白带量多绵绵，孩童夜晚频繁遗尿。芡实就像一张细密筛网，向外滤除体内废浊水湿的同时，牢牢留住身体有用精气，不会出现调湿却伤正气的窘境。这也是古医书记录芡实能去浊水、补养真水的缘由。它的补养步调温和缓慢，不像烈性补药，进补之后容易上火燥热。既然芡实单用养生效果有限，怎么搭配配伍才能放大整体调湿效用？中医食疗从不靠单一食材独自发挥作用，讲究药材之间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在此分享流传超过数百年，我门诊沿用30余年的经典调湿药膳方，也就是家喻户晓的四神汤。此方最早在我国华南地区落地兴起，当地常年气候潮湿多雨，民众饱受湿气侵扰，才慢慢研发出这套平和养生的基础方剂。全方由淮山、莲子、茯苓、芡实4样药食同源食材组成。4种原料药性温润平和，常年食用也不容易给身体增添负担。整个方子的搭配架构就像一套设计完善的居家污水处理系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芡实坐镇中焦脾胃，巩固脏腑固摄能力，避免营养无故流失；莲子主攻养心安神，健脾止泻。现代人整日思虑过重，操心劳神，心火旺盛，连带损伤脾胃功能。莲子刚好降心火，稳固脾土根基。前淮山被养生圈誉为平民神仙食材，同步补益肺、脾、肾3处脏腑，源源不断供给脾胃运化所需元气，保障帮浦持续稳定运转。最后的茯苓任务简单直白，专门渗水利湿，如同水电师傅疏通淤堵水管，把身体各处堆积的废水透过小便循序渐进导出体外。4样食材基础配比维持1:1:1:1，日常居家调养，每样抓取20公克即可。4味原料分成守方与攻方2组，淮山、莲子负责守护正气，补益虚损；茯苓、芡实担任攻邪角色，疏导湿气。整张方子不分寒热体质，只要确认自身脾胃偏弱，体内夹杂湿气，都能依照基础配比烹煮。简单吃法分为2种，加水直接入锅慢熬代茶饮，或是搭配新鲜排骨。
瘦肉一同炖煮药膳汤，相较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速效减肥产品，四神汤从改善体质根源入手，没有强行泄水的副作用，也是我日常最常推荐给门诊病患的家常食疗。中医灵活在3B辩证加减，不会死板固守单一配方。我依据数十年接触不同体质病患的临床经历，整理出6种常见体质的加减思路。家里孩童脾胃娇嫩，受不了药膳的淡淡药味，基础汤方里添入半颗苹果一同熬煮，清甜滋味，既能中和药味，还能开胃助消化。若是小朋友3餐没胃口，舌苔厚腻积食，再加少量麦芽与山楂，辅助化解肠胃囤积的滞食。部分病友喝完基础四神汤以后出现口前发燥、时常口渴的状况，代表自身体质偏向阴津不足。在原有配方当中添入玉竹与麦冬，即由食材滋阴润燥，中和汤方温性。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整日气短懒言、讲话费力、气虚症状十分明显，搭配药性平和的五指毛桃，补气作用接近人参却不会燥火。体内湿热偏重的族群，脸部头皮容易出油，口气浓重，粪便粘在马桶难冲，适量添入薏米，辅助清理湿热。平日容易腹胀、四肢明显水肿的人，加玉米须与冬瓜皮，强化利水消肿。年过60想要强健腰腿、补益肾气的长辈，炖汤时丢入数克板栗，板栗自古被称作肾之果，搭配芡实补肾效果相得益彰。湿气从来不是短短几天突然形成，是数年间不良生活习惯日积月累酿成。大家闲暇时回想日常作息，是不是时常熬夜晚睡？冰奶茶冰饮从不忌口，这些习惯一点点耗损脾胃阳气。阳气好比大地暖阳，湿气等同路面积水，阳气不足温煦，积水永远无法自行蒸发乾涸。日常坚持喝四神汤调理的同时，务必同步做好生活养生。晴天多到户外晒背散步，减少生冷瓜果、冰品摄取，内调食疗搭配外在作息改变，湿气的调理进度才能事半功倍。不少顾客前来询问芡实选购与前期处理技巧，药行贩售的前芡实多数已经去除硬壳，无需自行剥壳。新鲜鸡头米入口口感软糯，但前造成熟的芡实药用价值更高。烹煮前提前用清水浸泡半个时辰，食材软化以后更容易煮透释放营养。淮山优先选用日晒前造的淮山药块，新鲜水淮山淀粉偏高，调食优先前货。茯苓挑选方块状白茯苓，避免选用碎末掺杂杂质的劣质品。莲子烹煮前务必剔除内部莲心，莲心性苦寒，随同入汤容易破坏整张方子平和属性。芡实不单单只是一味养生食材，它的生长轨迹还藏住顺应环境的养生哲理，生在淤泥却不被湿秽困住，泡在深水依旧能长出清洁花苞。这也提醒我们，纵使身处饮食紊乱、环境潮湿的大环境，依旧能靠科学调养维持体内脏腑通透。看到这边，认同本篇养生观念，觉得内容实用的朋友，麻烦转发给身边被湿气困扰的亲人好友，一则简单分享，或许就能帮助一名饱受亚健康折磨的长辈。传统中医文化的延续，靠的就是每一位热爱养生的普通人互相分享。现代社会美食选择繁多，生活压力层出不穷，长期处在容易滋生湿气的环境里，不懂顾护自身精气，不会藉由家常食材调理，身体状态迟早慢慢走下坡。养生不用花高价购买昂贵进口保健品，可一次性按照配比打包分装所有原料，每日抓取一小份，放进保温杯沸水焖泡，或是养生壶煮水。焖泡饮用的吸收速度虽比炖汤缓上一些，但持之以恒，数月以后依旧能察觉身体正向变化。中医养生最忌讳3天捕鱼2天晒网，体内湿气累积数年，不可能凭借1-2次汤膳完全清除。
循序渐进才是稳健的调养之道。中医从来不是玄学迷信，所有理论都源自对大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摸透植物生长属性时，就能活用在人体调养之上。坚持数月合理饮用四神汤以后，多数人会陆续感受到改变，沉起头昏沉重的感觉慢慢消失，脑袋整日清爽，皮肤出油黏腻的状况逐步改善，腰腹囤积的多余赘肉随着水湿代谢缓缓减少，身体废浊排出，不止躯体变得轻盈，精神状态也会同步提升。养生的核心思想在耐防病美未发，绝大多数慢性毛病一开始都是小小的湿气瘀滞常年累积演变，就像闲置的房屋，长期不开窗通风除湿，墙壁发霉，家具腐烂，人体也是相同道理。每日花10几分钟打理3餐饮食，调理脾胃，排散湿气，从源头减少病痛找上门的机会。四神汤不单单是专用祛湿汤方，更是调整体质的基础食疗方。不论南北方气候差异，不论久坐办公白领或是整日劳动的体力工作者，现代人的脾胃大多受饮食所伤，都适合定期饮用调养。快节奏生活之下，绝大多数人五脏负荷超标，学会利用平价家常食材守护身体，才是最划算的健康投资。市面贩售的芡实分南芡与北芡2大品种，日常家用养生调湿优先挑选北芡，采购重点看新鲜度，存放数年色泽发暗，闻起来带霉味的陈货千万别买。优质前芡实带有淡淡天然草本清香。中医补养讲究先清浊后补虚，这也是芡实最独特的优势。在清理体内瘀滞湿气的同时，同步修复受损脾胃，不会出现只补不排造成的脏腑淤堵，经常腰酸胃寒，夜间小便次数偏多的肾气偏弱人群，食用芡实搭配四神汤尤为合适。看完完整内容以后，希望大众摆脱追捧昂贵排毒产品的错误观念。老祖宗传下的经典食疗方，原料成本低廉，只要吃透搭配逻辑，就能妥善调理体内湿气困扰。古时候中医前辈摸索草木药效，凭借的就是细心观察自然的取类比象思维，这也是中医体系的灵魂。我们学习养生，不只牢记方子配比，更要学会顺应自然的调养逻辑。现代人远离田园，自然3餐满是精加工食品，一年4季常待恒温冷气房，脾胃长期受损，芡实与四神汤就像自然赠予的温和养生良方，缓缓清理体内常年累积的代谢废物。临床数十年观察发现，常年清淡饮食，规律搭配食疗的病患，眼神透亮，肤色红润，健康从来不是偶然，是每一天饮食、作息、心态层层累积出来的结果。细观芡实于湿泥当中蓬勃生长，就能领悟它入药利水养脾的底层逻辑，熟练活用四神汤灵活加减，等同踏进生活化中医养生的入门门槛。依照家人各自体质随机调整食材，就是中医最重要的辩证思维。这份随症加减的能力，远比死记药方来的实用。养生的终极目的从不是追求长生不老，而是在世的每一天都保有舒适自在的身体状态。调湿是一场长期的身体保养工程，切勿奢望一次汤善根除积年湿气。中医提出思虑过度伤损脾胃，整日忧愁烦闷，心事缠身，再好的食疗也难发挥效果。喝汤调养之余，学会放宽心绪，心灵如同芡实精干一般，穿透生活各样压力束缚，心气顺畅，脾胃运化自然跟住平稳。做到饮食、情志双向调养，才是完整的养生大智慧。身体永远由自己掌握，自身才是健康第一负责人。在资讯满天飞的网络时代，愿意静下心听完传统养生逻辑的朋友，心里对身体健康抱有敬畏。这也是我们民间中医持续分享知识的初心。小小的鸡头米看似不起眼，汇聚水土天地精华，走进日常餐桌，
就能化身守护健康的小帮手。等到某天晨起不再浑身沉重，腰腹赘肉慢慢消散，平日活动轻松自在，便能体会古法食疗跨越岁月的实用价值，全民懂基础养生，身体素质自然稳步提升。也是我持续做科普分享的本心。喝四神汤的同时，可以搭配简单居家保健，每日闲暇按揉足3里穴位，这是健脾强胃的经络要穴。天气晴朗时多外出走动，接触天地自然阳气，双管齐下，加速湿气代谢。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讲求人体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顺应四时变化调养。冬季重收藏，夏季宜疏泄调湿，同样顺着身体节奏循序引导，芡实配伍的四神汤调养不调温柔，如同闲暇与老友谈心，慢慢修整紊乱的脏腑状态。整张方子药性温和，老年朋友日常长期饮用，帮助强健脾胃机能。怀孕期间的准妈妈倘若确认体内湿气偏重，可少量饮用。配方里去掉薏米，避免寒凉，全方温润中正。在浮躁的现代环境里，这样平时的古法食疗格外珍贵。珍惜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把实用的家常调理知识分享身边亲友，别等到身体发出严重求救讯号才慌忙保养。从今天的一碗四神汤起步，慢慢开启蜀凡自己的科学调食之路。最后祝愿所有收看影片的好朋友身体康健，气爽神安。咱们下期继续分享实用民间养生知识。